车祸失忆后，有3个女朋友组团来看我。早晨10点来的是当红顶流女歌星，说是我女朋友；中午12点来的是把我当畜生用的冰山女总裁，自称是我的未婚妻；下午2点还要来一个，听说是我已经结婚的老婆。隔壁病床的哥们看的眼珠子都快掉下来了，哈喇子流一地。我也懵逼，但我保持了高深莫测的沉默。这特么到底是谁在撒谎？还是说我已经进化成了传说中的时间管理大师？车祸醒来，脑子里是一团浆糊，记忆还停留在高考结束那天。结果护士告诉我，现在已经是5年后了。我不动声色地靠在床头，看着眼前正在给我削桃子的女人叶千雪。这张脸我在电视上见过无数次，内娱颜值天花板，号称万年冰山。此刻她穿着一件修身的黑色吊带裙，外面披着极具设计感的铆钉皮衣，那双裹着黑丝的大长腿随意交叠，高跟鞋尖轻轻挑着空气。这周我要录新歌，还有几场巡回演唱会，可能没空来陪你。她声音清冷，带着一股与生俱来的傲气。说完，她俯下身，红唇极其自然地在我脸颊印了一下，一股冷冽的高级香水味瞬间钻入鼻腔。这一套动作行云流水，很好。看来这位顶流天后确实是我的女人。我心里暗自吐槽，原野啊原野，你这5年是去进修魅魔课程了吗？下个月吧，带你去巴厘岛散散心。叶千雪把削好的桃子递到我嘴边，修长的手指划过我的唇瓣。她看着我，眼神里闪过一丝与其人设不符的狂热占有欲，压低声音问道：家里那个母老虎最近还打你吗？我瞳孔瞬间地震，差点没绷住表情。几个意思？我结婚了，我不仅婚内出轨女明星，还是个被家暴的软饭男。这剧本是不是有点太超前了？幸好我面瘫装得好，垂下眼帘掩盖了眼底的惊涛骇浪。这软饭有点硌牙啊。我决定以静制动，敷衍道：还行吧，死不了。叶千雪冷哼一声，眼底闪过一丝杀气。既然这样，什么时候离婚？你别怕那个泼妇，只要你离了，我立刻安排你去我的私人别墅，他连你的影子都别想找到。我听明白了，这是一出霸道女星爱上我，逼我休妻上位的戏码。作为一个有道德底线的男人，我本该拒绝，但看着叶千雪那张祸水级别的脸，还有那微微起伏的型曲线，我陷入了沉思。如果老婆真打人，这婚确实得离。律师团队我已经备好了，离婚官司你不用操心。叶千雪伸手整理了一下我的衣领，指尖若有若无地划过我的喉结，语气霸道又不失诱惑。也不用担心我的事业，我不搞单身人设欺骗粉丝那一套。本小姐混娱乐圈靠的是实力，绝了！这女人太会了，声音清冷性感，听得我骨头都酥了半边。谁能拒绝一个又美又飒还求着养你的小富婆呢？我只能乖巧地点点头，听你的。叶千雪见我答应，心情不错，又补了一句：还有，你那个傻叉女上司还在骚扰你吗？傻叉女上司，这又是哪位神仙？干脆辞职算了。叶千雪一脸嫌弃，周末还要让你加班，那种更年期的老女人，也就是馋你的身子，你直接来给我当私人助理，我们可以天天在一起。我迅速提取关键信息，我有工作，且是社畜，我的上司是个老女人，还是个老色批，对我有非分之想。正琢磨着，床头柜上的手机突然震动，备注赫然跳动的3个字：白宁冰。这名字看着挺年轻，可惜按叶千雪的说法，应该是个满脸褶子的灭绝师太。叶千雪扫了一眼手机，嘴角勾起一抹嘲讽，示意我接听，顺手按了免提。电话接通，一道清冷禁欲的御姐音传了出来：去哪了？怎么没来公司打卡？等等，这声音听起来不像更年期啊，反而像是那种坐在大平层办公室里，穿着包臀裙，戴着金丝眼镜的高冷女精英。我谨慎开口：早上出了车祸，在医院。电话那头语气明显急促了几分：哪家医院？伤得重不重？别乱动，我马上到。嘟嘟嘟，电话挂得干脆利落。叶千雪翻了个白眼，戴上鸭舌帽和墨镜，遮住了那张惊艳众生的脸。我有通道先走了。她站起身，高挑的身材压迫感十足，临走前还不忘在我耳边吹了口气：等我回来，好好尝尝你的味道。看着她潇洒离去的背影，我摸了摸下巴，这哪是出车祸，这是掉进盘丝洞了吧？要是让高中那帮兄弟知道，我一觉醒来就能和这种级别的女神巫山云雨，估计能羡慕的当场爆炸。隔壁床的贺强终于敢说话了，一脸便秘的表情：兄弟，那是叶千雪吧？真是叶千雪吧？我淡定的喝了口水，基操物六。贺强酸的后槽牙都快咬碎了，你也太行了，那可是国民女神啊，居然对你这么甜。哥们，你是不是会什么邪术？教教我呗。正聊着，门口传来一阵高跟鞋敲击地面的清脆声响，进来的女人穿着一套剪裁得体的深灰色高定西装，内搭真丝衬衫，领口微敞，露出一抹晃眼的雪白锁骨，金丝眼镜架在高挺的鼻梁上，整个人散发着一种生人勿近的强大气场。但她手里提着的粉色保温盒又显得格格不入。贺强看直了眼，我也愣了一下，这特么是更年期老女人，这分明是极品御姐好吗？白宁冰径直走到我床边，并没有嘘寒问暖，而是皱着眉，伸手捏住我的下巴，左右看了看。开车不知道看路，除了脑震荡，没把脑子撞傻吧？语气虽然毒舌，但动作却透着一股熟人的亲密。我试探性的喊了一声：白总。白宁冰动作一顿，挑眉看我，怎么撞坏脑子连未婚妻都不认了？他打开保温盒，香味扑鼻，那个破斑先别上了，养好伤再说，这是我亲手做的，有点赶，晚上给你做顿好的。白宁冰一边说着，一边夹起一块排骨喂到我嘴边，姿态优雅，神情高冷，做的事却像个贤妻良母。我机械的张嘴咀嚼，味道竟然该死的不错。我的女上司，身家过亿的女霸总，知道我不吃外卖，亲自下厨给我送饭，还喂我吃，这算是职场性骚扰吗？如果是，请加大力度。突然，白宁冰眼神一迷，盯着我的左手：你的订婚戒指呢？我茫然地看着空空如也的手指。白宁冰举起自己的左手，无名指上一枚素圈戒指熠熠生辉，我一直戴着。他推了推金丝眼镜，眼神仿佛能洞穿我的灵魂，又是怕家里那个黄脸婆发现。原野，你到底什么时候跟他摊牌？贺强在隔壁倒吸一口凉气，差点把自己呛死。我也想抽一口。叶千雪让我离婚，白宁冰也让我离婚，合着我这5年啥也没干，光顾着在3个女人之间玩极限叠 buff。白宁冰见我不说话，脸色沉了下来，喂饭的动作带了几分狠劲，勺子差点对进我嗓子眼。原野，你凭什么觉得我有耐心一直
给你当小三。他眼神冰冷，带着上位者的威压，我头皮发麻，求生欲瞬间拉满，立刻展现出渣男的自我修养，眼神深情而坚定，离，马上离，这次出车祸就是为了跟他谈这事。白宁冰脸色稍缓，嘴角勾起一抹满意的弧度，这就对了，我爸妈天天催婚，你要是再拖着，别怪我直接上门抢人。我胡乱点头，后背全是冷汗。现在的局面很清晰了，我有老婆，可能家暴；我有女朋友，顶流女性；我有未婚妻，霸道女总。我是个老实人，真的，一定是这个世界疯了。我正盘算着怎么从这修罗场脱身，白宁冰突然从包里掏出一个精致的药盒，倒出一颗白色药丸递到我嘴边，乖，把药吃了。我一脸懵逼，啥玩意儿？伟哥，白宁冰眉头微蹙，推了推金丝眼镜，语气不容置疑，想什么呢？这是进口的备孕补剂，不是说好要生个继承人吗？我都调理身子2个月了，你也要跟上？优生优育懂不懂？我差点被口水呛死。备孕和你。白宁冰伸手探了探我的额头，眼神像看智障一样看着我。原野，你脑子真撞坏了。白家的家业需要人继承，你的基因不错，长得帅，智商也够用，唯一的缺点就是穷了点。不过没事，去父留子也不是不行。我彻底失语，背着家里的正牌老婆，在外面配合女霸总导豪门造人计划，这也太刺激了吧！白宁冰抿了抿红唇，眼中闪过一丝狠厉。你赶紧和你家里那个黄脸婆摊牌，我怕万一我怀上了，他那个泼妇又要闹。要是他敢碰你一根汗毛，我让他在一世待不下去。一个又老又丑还甚至不解风情的女人，占着茅坑不拉屎，简直是暴殄天物。我心里咯噔一下，我家里的老婆是个又老又丑的黄脸婆，那我图什么？图她年纪大，图她不洗澡？难道当年是因为我爸妈重病，我为了钱把自己卖身给富婆了？还没等我理清思路，白宁冰已经把药塞进了我嘴里，顺便给我灌了一口温水，吞下去。今晚去我那，排卵期别浪费了。我头皮发麻，在我心里，我还是个刚高考完的纯情少男啊，怎么一觉醒来就要被迫交公粮了？白宁冰前脚刚走，我后脚就摸出手机，试图寻找破局的关键，结果干净，太他妈干净了。微信、短信、通话记录比我的脸还白，尤其是叶千雪和白宁冰的对话框，空空如也。我看着手机屏幕，陷入了深深的沉思，这他娘的到底是谁干的？正想着，下午2点，病房门被推开，一阵淡淡的书卷香混合着茉莉花味飘了进来。进来的是一个穿着米白色风衣、长发挽起的女人，她手里提着简单的行李箱，风尘仆仆，却难掩那一身知性温婉的极品气质。五官精致如画，皮肤白得发光，尤其是那双眼睛，像是含着一汪春水。身材虽然被风衣遮盖，但走路时腰臀摇曳的弧度，绝对是极品 S 级。一看到她，我的心脏就不争气的狂跳起来。陈清婉，我高中时暗恋了3年的校花学姐，她没有变成黄脸婆，岁月不仅没在她脸上留下痕迹，反而让她褪去了青涩，沉淀出了一种熟透了的风情，比学生时代更让人挪不开眼。我正看得垂涎3尺，她已经走到床边，白皙的手掌贴上我的额头，声音温柔的能掐出水来。老公，怎么这么不小心？疼不疼？老公，我瞳孔地震。白宁冰和叶千雪嘴里那个又老又丑，动不动就打人的恶婆娘，居然是我的白月光女神陈清婉。我和隔壁床的贺强对视一眼，贺强已经看傻了，手里的半个苹果掉在地上都不知道。沉默，死一样的沉默。这特么到底是谁在撒谎？怎么了？陈清婉见我不说话，蹙起秀眉，指腹轻轻擦过我的眼角，吓到了吗？对不起老公，这次我去欧洲考察是久了点，但我保证接下来半年都不出差了，就在家陪你好不好？她的声音温柔的像羽毛扫过心间，我瞬间破防了，这就是传说中的家暴。如果这也叫家暴，请务必把我打死在温柔乡里。原来长大后的我，居然真的把白月光娶回了家，那是叶千雪和白宁冰在骗我。这2个坏女人为了得到我的身子，竟然污蔑我的女神。为了验证真相，我决定下一剂猛药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冷着脸推开她的手，少来这套，不管以前怎么样，我要离婚。陈清婉擦拭我脸颊的手猛地一顿，她不可置信地看着我，眼眶瞬间红了。原野，你说什么？我不看她。硬着头皮背台词，家暴只有0次和无数次，我受够了你的虐待，我要自由。陈清婉气笑了，那一瞬间的风情简直绝了。原野，你脑子被门挤了，我家暴你，我特么连在床上都舍不得用力咬你，你说我家暴你？我愣住了。隔壁贺强发出了羡慕到扭曲的悲鸣，看陈清婉这反应，绝对不是演的，所以真的是我在外面那2个野女人在 CPU 我。我立马变脸，展露出演技派的素养，一把反握住她的手，笑嘻嘻的在她掌心挠了挠，哈哈哈哈，骗你的啦，老婆，我这是在测试我们情比金坚的程度，看来你很爱我吗？陈清婉没好气的白了我一眼，嗔怪道，以后再敢提离婚2个字，我就真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家暴。我顺势将她搂在怀里，感受着那惊人的柔软。遵命，老婆大人。陈清婉简直就是完美的化身，给我擦脸擦手，扶我上厕所，削水果喂到嘴边，眼神里全是爱意。趁她去洗手间的空档，我拿过她的手机，立马输入我的生日，解锁成功。我一目十行翻看聊天记录，卧槽，我和她的聊天记录居然也是空的，谁？到底是谁？这是有多丧心病狂，连和正牌老婆的记录都要删。我又翻了翻她的相册，全是狗粮，吃饭的、旅游的、在家的，每一张照片里我都笑得像个地主家的傻儿子，而她依偎在我怀里，眼里只有我。我们从大学就在一起了，我是R大的校草，她是 Q 大的校花。照片记录了我们从青涩到成熟的全过程，甚至还有我大2那年在宿舍楼下摆心形蜡烛向她表白的照片。看来我和陈清婉是真爱，那我为什么还要出轨？而且一出就是2，难道我原野骨子里天生就是个想给每个女孩一个家的不爱战士？我陷入了深深的自我怀疑，作为一个3观端正的五好青年，我怎么能变成这种人渣？不行，我要回归家庭，我要和那2个妖艳贱货断了。我迅速掏出自己的手机，分别给叶千雪和白宁冰发信息。给白宁冰，老婆在，不方便，晚点回你。给叶千雪，要去公司加班，这几天别联系，等他们回复好，注意身体之后，我的右手大拇指突然不受控制地动了。长按对话框，删除聊天，确认，整套动作行云流水，快到出现残影，前后不超过0.5秒。我呆呆地看着自己的右手，
手，死手，原来是你！这种刻进 DNA 里的肌肉记忆，没个10年的渣男功力练不出来了。在医院观察了1天，确认无碍后，我跟着陈清婉回了家。市中心的复式大平层，装修温馨奢华，2楼的主卧挂着巨幅婚纱照，男帅女美，天作之合。我正翻看着床头的相册，试图找回那丢失的5年记忆，突然，一双温热的手臂从背后环住了我的腰，陈清婉贴了上来，温热的呼吸喷洒在我的耳后，带着刚沐浴后的清香。还在看照片，真人就在这，不摸摸。他轻笑一声，声音里带着一丝平时听不到的魅意。2个月没见了，不想老婆吗？还没等我说话，他一把将我推倒在柔软的大床上，顺势跨坐在我腰间。此时的他褪去了白天的知性端庄，风衣下是一件酒红色的丝绸睡裙，雪白的肌肤在灯光下泛着莹润的光泽。他居高临下的看着我，手指轻轻划过我的胸膛，眼神拉丝。老公，今晚你得好好补偿我。我看着眼前这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女人，喉咙发紧，清冷学姐变身魔人妖精，这反差谁顶得住啊？我那原本因为愧疚而坚定的心瞬间动摇了。算了，既然记忆丢了，那就用身体找回来吧。我反客为主，猛地扣住他的后脑勺，翻身将他压在身下，嘴角勾起一抹邪笑。既然陈老师想补课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云雨初泄，我感觉灵魂都快出窍了。这哪是久别胜新婚，这简直是要把我榨干做成标本。陈清婉靠在我怀里，手指在我的胸膛上画圈，眼神迷离又危险。老公，刚才你说要离婚，我心里一惊，赶紧找补。开玩笑的，那不是为了测试你的真心吗？陈清婉轻笑一声，起身下床。片刻后，她手里多了一根精致的黑色丝带。我大惊失色，老婆，你这是要干嘛？陈清婉慢条斯理地将我的手腕捆在床头，动作优雅的像是在插花。她俯下身，红唇贴着我的耳廓，声音轻柔却带着令人战栗的寒意。原野，我也开个玩笑，如果你敢背叛我，我就把你锁在家里，哪也不许去，每天只能看着我伺候我。我咽了口唾沫，看着眼前这个眼神略带病娇的女人，我竟然有点兴奋。完了，看来我不仅仅是个渣男，这软饭吃的有点费腰啊。第2天，我顶着2个黑眼圈去上班。根据社保记录，我就职于一家知名广告公司。更离谱的是，我还发现自己居然是个隐藏的大神级漫画家。微博私信99加，全是催更和寄刀片的。我翻了翻自己的作品，好家伙，暗黑破坏神、绝命毒师风格的热血漫，画风犀利，剧情暗黑。看来我还是个中2病晚期患者。陈清婉本来不让我去上班，说养得起我，但我坚持要去。一来是为了男人的尊严，虽然不多；二来是为了和白宁冰摊牌。这种在2个极品女人和这一个病娇老婆之间走钢丝的日子，我一天都过不下去了，必须分手，回归家庭。到了公司，我还没做热乎，白宁冰的微信就来了，进我办公室。现在简短霸道，不容置疑。我深吸一口气，视死如归地走进总裁办公室。白宁冰正在批文件，见我进来，随手按下遥控器，窗帘自动合拢，门锁咔嗒一声落锁。密闭空间，孤男寡女，我心里发毛。白宁冰放下笔，摘下金丝眼镜，眼神玩味地打量着我，脸色这么差，昨晚被那个黄脸婆榨干了。我一脸无语。某种意义上，他说的对。白宁冰从抽屉里拿出一个药瓶，倒出1颗叶酸递给我，吃了。我忍无可忍，推开他的手，白总，我有事要说。白宁冰挑眉说，我们分手吧。我一鼓作气，我老婆对我很好，我不能做这种违背道德的事，我有我的底线。底线？白宁冰像是听到了什么天大的笑话，冷笑一声打断我。他从抽屉里抽出一份文件，啪的一声摔在桌上。原野，你是不是忘了你现在的漫画版权在谁手里？还有你那个正在住院的父亲，医疗费是谁垫付的？敢跟我提分手，信不信我让你在这个行业混不下去，让你全家去喝西北风？我懵了，这特么是霸道总裁强制爱，这剧本不对啊！说好的以死相逼呢，怎么变成了资本主义的毒打？我看着那份合同，冷汗直流，软肋被拿捏得死死的。这软饭不仅硌牙，还烫嘴啊！见我脸色苍白，白宁冰满意的勾起唇角，起身走到我面前，他伸手勾住我的领带，强迫我低下头，眼神极具侵略性。原野，搞清楚你的定位，你是我的，我想什么时候要就什么时候要，想在哪要就在哪要。说完，他直接吻了上来，带着惩罚意味的撕咬，甚至还把那颗叶酸喂进了我嘴里。当他把我推倒在宽大的办公椅上时，我最后的理智还在挣扎。白总，这是办公室。白宁冰轻笑一声，解开我的扣子，眼神狂热。办公室怎么了？隔音很好，没人听得见。还是说你更喜欢这种刺激的感觉？那一刻，我不得不承认，虽然我是被迫的，是为了父亲的医药费，是为了我的漫画事业，但这也太特么刺激了。我的身体很诚实的背叛了我的道德，我在心里默默流泪。老婆，我对不起你，我是为了这个家在忍辱负重啊。从白宁冰办公室出来，我感觉自己是个衣冠楚楚的斯文败类，白宁冰却神清气爽，甚至还容光焕发的要去开会。这就是女霸总的经历吗？恐怖如斯。搞不定白宁冰，我决定先搞定叶千雪。柿子要挑软的捏，毕竟她是公众人物，还要脸。晚上，我熟练的用加班骗过陈清婉，用回家陪老婆骗过白宁冰，然后赴了叶千雪的约。看着自己这双拥有肌肉记忆的渣男之手，我恨不得把他剁了。这手不要也罢。叶千雪选了一家极其隐蔽的高端会所，一进包厢，还没等我开口，她就像个八爪鱼一样缠了上来，香风扑鼻，烈焰红唇，想我没？她一边吻我，一边不安分的动手动脚，这熟练度，这饥渴程度，简直跟白宁冰不相上下。我又一次被迫沦陷了。我在心里哀嚎，我是来分手的，为什么每次都是先走肾再走心？完事后，叶千雪趴在我胸口画圈圈，我抓住机会清了清嗓子，祭出杀手锏。千雪，我有件事必须告诉你。什么？她懒洋洋地问。我不能和我老婆离婚，因为她怀孕了。叶千雪的动作猛地一顿，包厢里的气压瞬间低到了极点，女王气场全开。我心里暗喜，这下该知难而退了吧？女明星最怕这种私生子丑闻了。谁知叶千雪沉默了2秒，突然抬起头，眼神冷静的可怕。几个月了？我结结巴巴。3个月。确定是你的？废话，当然是我的。叶千雪冷笑一声，直接起身拿起墨镜戴上。行，我现在就去
找他摊牌。既然怀了你的种，那就生下来，我叶千雪养得起，把孩子抱过来给我养，给他一笔钱让他滚蛋。我瞳孔巨震，卧槽，你干嘛？这就是顶流女星的脑回路吗？喜当妈都不介意，还要去母流子？我赶紧扑过去抱住她的大腿，姐，千雪姐，我错了，我没怀孕。呸，我老婆没怀孕，我逗你玩呢。叶千雪停下脚步，居高临下的看着我，摘下墨镜，眼神玩味。所以你想表达什么？我怂了，彻底怂了。我就想说，我老婆还没怀孕，但我得努力了，所以我们要不先。叶千雪俯下身，捏住我的下巴，笑得像个恶魔。努力，既然你有这个精力，那就留给我吧，今晚别回去了。救命！这3个女人到底谁才是猎物，谁才是猎人啊？叶千雪拿出手机，修长的手指在屏幕上飞快敲击。你要干嘛？我按住她的手，发微博。叶千雪眼神疯狂，既然你不敢离，那我就帮你离，我要让全网都知道，原野是我的人。我头皮发麻，这女人疯起来真要命。别发！我深吸一口气，使用了渣男必杀技缓兵之计，给我1个月时间，我回去就提离婚。叶千雪动作一顿，反手勾住我的脖子，红唇几乎贴上我的鼻尖。行，1个月，如果到时候还没离，我就让你那个黄脸婆这辈子都抬不起头。对了，今晚别想睡了，先把这几天的公粮交了。我含泪微笑，生产队的驴都不敢这么用啊！拖着被掏空的身体回到家，推开门，客厅的气压低得吓人。陈清婉坐在沙发上，手里端着一杯红酒，面前的茶几上放着手机，屏幕亮着，上面显示着2条刺眼的短信。短信1：陈小姐，原野是我的未婚夫，我们有共同的漫画事业和未来的继承人计划。虽然很抱歉，但为了家族利益，请你开个价离开他。短信2：我是叶千雪，我和原野是灵魂伴侣，我们在备孕，你那个破烂婚姻早就名存实亡了，识相点赶紧离。我两眼一黑，这俩疯婆娘居然直接偷塔。陈清婉摇晃着红酒杯，猩红的液体在灯光下闪烁着诡异的光芒。她抬眼看我，眼神平静得像一潭死水。原野，解释一下，未婚夫备孕还要花钱买我走。我冷汗直流，正准备编个精神病院逃跑患者的借口，门铃响了。陈清婉去开门，我像个犯错的小学生一样站在客厅中央。门开了，2道极具压迫感的身影走了进来。白宁冰一身高定西装，气场全开，手里提着一个限量的爱马仕。叶千雪全副武装，墨镜口罩，但那一身顶奢 logo 还是暴露了她的身份。客厅里4个人，3方势力。陈清婉坐在主位，优雅地翘着2郎腿。白宁冰和叶千雪分坐两边，眼神交锋，火花带闪电。我站在中间，弱小可怜，但能吃。白宁冰率先开炮，推了推金丝眼镜，眼神犀利。陈小姐，初次见面，原野说你是个不解风情的家庭主妇，看来传言有误，不过这改变不了他不爱你的事实。叶千雪摘下墨镜，冷笑一声，白总说的对，感情不分先来后到，不被爱的那个才是第三者。陈清婉笑了，笑得花枝乱颤，笑得让人毛骨悚然。她放下酒杯，目光扫过2人，最后落在我身上。原野，你说谁是第三者？我还没开口，陈清婉突然从茶几下抽出一份文件，啪的一声摔在桌上。白宁冰，白氏集团执行总裁，近期正在筹备收购案，资金链有点紧张吧？叶千雪，千禧娱乐当家花旦，这几年的对赌协议压力挺大吧？白宁冰和叶千雪脸色同时一变。陈清婉站起身，走到我身边，挽住我的胳膊，语气轻蔑而霸道。重新介绍一下，我是陈清婉，青野资本的创始人，也是你们2家公司最大的隐形股东，全场死记。我也傻了，青野资本，那个掌控着半个娱乐圈和风投界的巨鳄。青野，陈清婉，原野，卧槽，所以我才是那个被包养的最彻底的小白脸。陈清婉和我十指紧扣，想抢我的人可以啊，白总，你的收购案我可以注资，条件是你必须听话。叶大明星，你的对赌协议我可以帮你评，条件是你得随叫随到。他转头看向我，笑容温柔，老公，既然他们这么喜欢你，我也不是不能分享，反正家里房子大，多2个人伺候你，我也能省点心。不过正宫只有一个，懂吗？白宁冰咬牙切齿，但看着那份融资协议，最终低下了高贵的头颅。陈总说的对。叶千雪握紧拳头，但想到巨额违约金，只能忍气吞声，听姐姐的。站在这个修罗场，我脑袋发懵，记忆突然如潮水般涌来。我想起来了，高考报了志愿后，陈清婉就主动联系我说和我一起去京市，然后我帮她提行李，送她去报道，我们就这么一来二去，自然而然在一起了。她说她之前也喜欢我，一直在等我高考结束，我大学毕业就和她结了婚，婚后也过得很甜蜜。我和白宁冰在一起，是有次我们出差，我们俩酒里都被下了药，然后我们阴差阳错就在一起了。醒来后本来说好忘了的，结果白宁冰又求着我说再和他在一起一次，后来就是一次又一次，都已经做过了，多做几次有什么区别？等我意识到不对劲，他已经开始拿着水果刀威胁我不准分手了。我和叶千雪相识，是我的漫画要被拍成电影，叶千雪唱主题曲，和我沟通漫画的内容，因为他还要作词。我在他的音乐房里听着他好听的声音，沉浸在他的魅力里。等他抱着我吻的时候，我已经来不及拒绝了。事情发展的太快，想阻止已经来不及，我只能走钢丝，不能赴叶千雪约时，我会说被上司压榨加班，不能和上司约会时，我说我被老婆打得没法见人，不能和老婆在一起时，我也说我在加班。就这样，谎言越来越多，老实人被逼无奈，只能做海王。从此以后，家里多了2个住家保姆。早上，白宁冰穿着围裙做早餐，顺便汇报公司财报。下午，叶千雪给我按摩捶腿，然后练习新歌。晚上，陈清婉掌控全局，安排今晚的事情名单。年少时想做着一定要给自己一个温暖的家，没想到多年后，梦想真的实现。这个家不仅温暖，还有些拥挤。感谢观看。